这200斤老母鸡、30斤瘦肉、20斤鸡脚等汤料，不仅将制作出今天这场婚宴名贵炖汤的汤胆，还是许多菜式的调味关键。一盘香气四溢的金华火腿，是林浩斌给今天的汤准备的点睛之笔。加翻啲烘個金華火腿，底度啲吊出嚟個湯係特別香。呢度湯嘅份量比例咧，同肉嘅比例大概1比1嘅。这种肉水比例为1比1的汤，在粤菜里被称为鼎汤。鼎汤讲究汤色清亮无杂质，即便放入如此丰富的原料，粤菜師傅們還是有辦法讓湯變清。咁依家嗱，我哋見到咧，平時依家就有啲氣泡慢慢飆上嚟嗰啲咧，就叫做蝦眼水。水嘅溫度咧，大概係喺97、8度左右啦，就煲3個鐘頭左右啦。起湯啦，睇睇啲湯先。3個小時後，鼎湯出爐，肉味飄香。啲湯啱煲起咗啦，要攞翻個紗布袋嚟隔一隔嗰啲湯，湯色咧會清好多嘅。咁啊頭先撈過，仲見到有少少微粒喺度嚟。用鼎湯做湯膽，為名貴食材注入鮮美的味道，是粵菜的慣常做法。在味精沒有發明之前，菜肴的鮮味主要來自湯的提味。在各種調料大行其道的今天，廚師們依然保留着這門手藝，這是區別於外行人的制勝法寶。林浩斌深知宴席的核心競爭力依然是好味道，他最近研發的清湯系列菜式就需要火腿來點睛助力。林浩斌最常用的火腿來自浙江金華東陽的上江村，100多年的老字號依然保持着傳統的手工製作方法。冬至前後就是火腿製作最忙碌的時候。傳統的金華火腿最少經過2年的發酵才能出售，而用來製作清湯，林浩斌喜歡用5年以上的陳年火腿，味道更為濃郁。林浩斌今天試做的新菜都要吊清湯，先把雞肉和豬肉按1比1的比例剁成細膩的肉蓉。剁呢個肉蓉嗰陣時，一定要剁溶啲佢。咁因為剁得溶嘅話咧，佢就會係起膠。到時吊湯嗰陣時咧，就會將嗰啲湯嘅雜質會黐翻落去。其實我哋吊湯就係靠肉嘅蛋白質嚟吊翻清個湯去。小火慢烹1個小時，在這個過程中，肉蓉慢慢的結塊，用紗布過濾，最後得到清澈如開水卻鮮味濃郁的湯汁。準備妥當，終於可以試做新菜式了。第1道菜的主材僅僅是一塊小小的冬瓜，用材簡單，對刀工卻要求很高。係要切到差唔多係成絲咁滯，咁同埋切嗰陣時咧係唔可以切斷佢。用清湯扣淋20分鐘後取出，只見絲條自然散開，近似一朵盛開的菊花。開水般的清湯滲進寡淡的食材，淡雅的外表下卻是香濃的滋味。第2道菜的食材豐富多彩。林浩斌把切成厚片魚球的黃腳鱲魚和其他配料一起鋪好，再淋上混合了清湯和火腿汁的湯汁，放到110攝氏度的鹽板上。清湯的火腿香味撲鼻而來，
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冲击让人充满期待。清汤也可以用来焖煮调味儿，把莲藕切成剪纸窗花一般，藕不断，丝还连，卷上打成酱的虾肉，煎至金黄，倒入调好味的火腿汁清汤，焖煮入味儿，莲藕清爽可口，层次鲜明。研发新菜式的林浩斌总是充满激情。回到家里，则是难得的放松。林浩斌的母亲陈孝红是粤式面点大師，尤其擅長做象形點心。嗰啲全部都骨針嚟嘅，係個先生用啲牛骨啊，一支支咁打磨出嚟嘅。呢啲又陪咗我哋走咗幾多年㗎啦。啊，每個紅蘿蔔整得好靚喎，妹嚇。好，飲湯飲湯。今晚買呢啲手勢一流啦，係嘛啦？啲絲停唔到嘅，因為啲人嘅公仔嚟㗎，係咪好似？每年3月，张国玉都要到河源的老朋友吴克清那里去走一趟。当地大片种植的大蒜，就是他的目标。它那个经纬线跟开平那边那个金山蒜的纬度一样的，质量基本上也一样，蒜油浓度高好多，比北方那个蒜的辣好多。张国玉自称蒜子佬，在家乡开平一直用传统方式加工当地历史悠久的特产金山火蒜。但随着经济发展，开平种蒜面积已经大大缩小，他已经连续多年转到河源采购原料。吴克清同样做了几10年的火蒜，当年两地技术交流的时候认识了张国玉。这个仓库大概是8000斤左右吧。现在考虑时间呢，是一个星期了。现在我们准备点火加工火蒜，先把稻草铺下去，用这个稻壳盖在上面。河源仍有一些家庭作坊加工火蒜，但在开平几乎只有张国玉一家在做了。佢已經做團都做37年團啦。佢間嘢佢起碼要100億年嘅前開型最攞嘅船艙啦。清晨6點，張國玉和往常一樣到蒜廠上班。在河源收的當季新貨已經就位。燒田就2浸嘅禾初落去，谷團係要印為止。因為谷行呢就喺壓戰呢禾初呢就有個助燃作用，俾佢嚟黐火明火佢係一下就呢輪就熟嘅，好快嘅喎。呢啲咁都已經咁犀利㗎啦。啊，咁一路點咯。幾秒鐘功夫，煙霧就彌漫開整個房間。就這樣，每天悶燻2輪，經過25天才能製作完一批火蒜。焗過呢，佢係窩存嘅時間係長好嘅，佢起碼長要捱1年時間㗎。而呢佢以前係呢華僑捱出國，佢要捉緊。換樹啊，各方面佢要唔下爛唔下成啊，咁散科團係嗰類要嘅。開平是著名僑鄉，在漂洋過海的路上，火蒜按摩着僑胞們的腸胃，撫慰着
他们的乡愁。火蒜制作功夫多，离不了人，每天熏出一身味儿，年轻人不愿意入行。上世纪90年代风光一时、出口创汇的火蒜，现在已经几乎没有外贸订单。这是张国玉亲自设计的厂房，曾经最高年产量达3000吨，现在已經很少開工。做個膠咧又要換情嘢又嗰個咯，即係放棄要可惜啊嘛，自己咪呢度係個堅持到落嚟。如今，他把火蒜進行再加工，經過60至90天發酵，製作成別具特色的黑蒜。黑蒜從外到裡都是黑色，質地綿軟，入口糯甜。火蒜剝開黑色外衣後，卻依然白白胖胖，只是水分變少，蒜油被逼出，口感更辛辣爽脆。張國玉不僅會製作火蒜，更喜歡研究用火蒜做菜。一有空，他就給家人做菜。在他家，火蒜不僅僅是香辛佐料，而且可以成為主角。比如火蒜焗瘦身鯇魚，大量火蒜讓鯇魚香味濃郁，而蒜頭本身變得綿軟可口。當地特色菜鹿鵝，加入大量火蒜，蒜頭吸飽鵝汁精華，入口即化，甚至比鵝肉還要誘人。而本身甜糯綿軟的黑蒜，與黑皮雞樅、豬頸肉同炒，營造出豐富的口感層次。廣東人家怎能少得了湯？黑蒜與新鮮羊肚菌搭配，給湯帶來醇香滋味，一碗下去，馬上妥帖腸胃。